陆亦飞，你这个贱小三儿，敢跟我抢老公还怀了野种，让我抓到你，叫你不得好死！究竟怎么回事？给我们解释清楚！解释清楚！您的说法。请各位稍安勿躁，我们鼎轩一定会把欠大家的钱都还上。闭嘴！这车轱辘话你打算说到什么时候？白鼎轩，我告诉你，这钱今天我不要了，但是你鼎轩集团就等着倒闭。对，给他发到网上曝光他，倒闭！曝光他，让他倒闭！曝光！倒闭！扔他！扔他！扔他！我求求各位，再给鼎轩一点时间。陆总到。老婆，你这还怀着孕呢，你怎么还……周老板，鼎轩欠您的货款会在12小时之内悉数打到您的账上。这件事情闹大了，对我们双方都不好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今天就先算了吧。陆总的面子自然是要给的，但是你的男人几次三番的耍得我团团转，当我周子怡是好欺负的吗？那你想怎样？让他跪下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。你，周总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我老公跪不得。今天我替他跪。陆总，这玩笑可开不得。你是陆家的千金，只有怀着身孕，谁敢让您跪？我没说笑。老婆，不要！老公，我陆亦飞做事从不食言。今天我答应了周总，就必须做到。行了，别卖惨了。我堂堂周氏让一个孕妇下跪，这传出去，我还要不要混了？老婆，来，快起来！谢谢周总体谅，欠您的货款已经到账，还望您查收。走。陆总，您的办事风格我很欣赏，但是你看男人的眼光确实不行。老婆，你受委屈了啊？老公，你没事吧？那些人说的话无关紧要，你当耳旁风就好啊。老婆，鼎轩现在还有10个亿的资金缺口，解决完了周氏，其他的恐怕……老公不用担心，西城那块地的开发我会交给你来做。启动资金5个亿，后续盈利填补那10个亿的资金缺口，绰绰有余。老婆，谢谢你。老公，咱们2个是夫妻，哪还用得着说这些？对了，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产检，你陪我去一趟吧。好。谁的信息啊？老婆，工地那边临时出了点问题，医院那边我晚点一定到。好，那你先忙，我这边不用你惦记，我自己能写。哎呀，白太太，您可真是真人不露相啊！要不是因为那个小三，我们都不知道您竟然是鼎轩集团白总的夫人呢。就是啊，我说您这临近生产，这身材、气质、皮肤怎么保养的那么好呢？原来您是鼎轩的老板娘啊！白太太，这身为女人啊，我真的很懂您，也替您气得很，所以我们都是来支持您，帮您教训那个死小三的。这个不要脸的死小三儿，竟然真的敢来！
白太太，您放心，我肯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。陈主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陆亦菲，陆小姐是吧？我是来通知你，根据我们中心的规定，为了肃清风气，你已经无法在我们中心完成后续的检查，我们这里不接待。我按张挂号预定，凭什么我不能做检查？就因为有人造谣我，你们叫违规驱除病患？你们医院还有公平正义可言吗？公平正义，你一个知三当三的人也配谈公平，真是让我们开了眼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这种档次的月子中心不接待你这种垃圾。知三当三，你最好搞清楚，谁才是小三？你还真是厚脸皮呀！那我今天就好好给你摸摸皮。白太太打得好，像这种小三就应该狠狠教训。对，小三就应该进猪笼，下18层地狱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几个这么猖狂，造谣生事，还动手打人，随便拿一条出来，都够你们吃牢饭了。你还敢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我老公啊，可是鼎轩集团的总裁。别说打你，我今天就算把你打死，他也能想到办法给我兜底。哎，你瞪什么瞪啊？像你这种小三，别说白太太打你，就是我们见到也是见一个打一个，见两个打一双，这叫替天行道。哎呦，白太太，你看这小三居然开这么好的车，肯定是坑你老公的钱买的。好啊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小三，你竟然敢花我老公的钱买大几百万的迈巴赫，还敢跑到我面前来炫耀！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不要脸的后果。我让你花我老公的钱，我让你买豪车，我让你当小三儿，所有当小三的人都该死，都该死！就是你勾引我老公，还敢威胁我，好！部长。你花别人的钱还这么理直气壮，你简直是不要脸到极点！放开我，我要去找秦明医生。好啊，我让你去。刚好今天我当着所有医生和患者的面，顺便把你和放你进后门的那个不法之徒全部抓起来，给大家伙出口恶气。走，放开！怎么回事？大家都来看一看呀！就是这个贱物当小三儿破坏我的家庭，还怀上了不该怀的孩子，现在呀还恬不知耻的跑到这里来叫嚣，耀武扬威。什么？我怎么能和这样的贱人在同一个医院生孩子啊？这说出去不仅丢人，恐怕还会影响胎教，害了孩子。对啊，这怎么得了？抓紧让这个人滚出医院！快滚！快滚出医院！去！赶紧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啊！出去！我不是小三，你才是！这不是鼎轩集团的土地开发合同？这是鼎轩集团城西的土地开发项目。白夫人，这不是你家的公司吗？什么？这个女人竟然有如此手段！说，你到底是给我老公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他把这么多亿的项目直接给你了？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什么，还给我！那还给你，你也配？你不愿意如实交代时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如实交代。你到底说不说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白夫人脾气已经够好了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这个贱货竟然还是条疯狗！白夫人，你可不能再这么心慈手软了，否则他永远都不知道教训。这合同是我给鼎轩集团的。放屁！我老公是鼎轩集团的总裁，会需要你这样一个恬不知耻的小三去帮他做生意？这话你敢说？你也要问问我们会不会信啊？
你要是不信，我可以给他打电话当面对质。喂，鼎轩，我要你告诉这群人，城西的土地开发项目是谁给你的？老婆，当然是你给我的了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呀。我在市高级医院的妇产科等你，我限你10分钟之内必须赶到，否则你这合同就作废。怎么了，老婆？我在开车，马上到。喂，鼎轩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清楚。什么说清楚啊？你谁啊？什么？他不是说白总是她老公吗？怎么连他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？白鼎轩，你老婆，我这信号不好，等会儿说，挂了。喂，老公，喂。哎，刚刚他喊那个人鼎轩吗？那不就是鼎轩集团总裁的名字吗？他居然敢这样直呼其名！就是啊，而且白总居然不认识他，莫非他说的是真的？白夫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白总他……现在可以把我的东西还给我了吧？好你个小三儿，难怪你今天敢堂而皇之的来这儿，原来你早就筹备好了一切呀！真是演了一出好戏。啊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他一定是不仅抢别人老公，还提前找好演员假扮白总。可是你这么做，就算白夫人不跟你计较，白总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就是小三就是小三，做的事儿就是这么下贱又低级。不仅蒙骗白总，还想蒙骗我们这些宝妈和家属吗？还真是演了一出好戏。你说这一切都是鼎轩给你的，好啊，我今天就毁了这一切，让你呀谎言再无用武之地，也再也不想谈我老公的半毛钱。疯子，你想干什么？这是我好不容易谈回来的合同。你谈回来的？你这个臭女人还要撒谎到什么时候啊？且不说别的，你怀着这么大的肚子，怎么谈回来这么大的项目？我们大家是善良，但是都不善。哼，你这种鬼话，谁会相信？就是，不过白夫人，她说她去谈生意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这个小三啊，她不仅不要脸，恐怕这脑子还不好。自以为自己能谈成这么大的买卖，谁知到了那儿，恐怕是被别人白嫖给玩了。你还真别说，完全有这个可能的。你还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呀！啊，住口！我的孩子也是你能污蔑的，给我和我的孩子道歉！放手，姓陆的，别用你的脏手摸我！放手，放手啊！总裁夫人，这个小三夫人，你还想发什么疯？你这个小三儿，你竟然敢跟我动手！如果我老公知道，他不会轻饶你。就是白总看上你，也只不过是一时新鲜。你以为你真能上位啊？痴心妄想！再说了，你这就是个来路不明的野种，到时候亲子一鉴定，真相自然就大白了。你还真以为能凭着这个小贱种得到什么好处吗？我你们一个个的不明真相，在这里血口喷人，这后果你们担得起吗？我倒是想问问你，白夫人肚子里怀的可是鼎轩集团未来正统的继承人，真要出了什么事儿，你担得起吗？还血口喷人，一个小三也敢自称为人，真是活久了什么样的人都能见到。一个不要脸的狐狸精也敢自称为人？你以为有这个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是吗？啊！我今天就要彻底断了你的念想，让你和你这个杂种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不要！你要毁了鼎轩的一切吗？鼎轩，鼎轩，你叫的可真亲，真是让人恶心。就是这合同要是撕了，鼎轩就完了。鼎轩完了，我看是你的阴谋诡计完了吧？住手！这是鼎轩集团唯一的活路，现在被你亲手毁，我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后悔？我最后悔的事就是知道太晚了，差点让你一个下三滥的野鸡来分了老娘的财产。你和你肚子里的野种都别
想。不过，你今天既然来了，我也不会让你白跑一趟啊。我给你啊，准备了一份大的，让你和你的竞争爽歪歪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替白氏清理门户啦！老公，我和你儿子在医院碰到一个贱人，欺负我们，他呀还找人冒充你。谁这么大胆，敢动我白鼎轩的女人，还欺负我儿子？老婆谁欺负你，你就打回去，打死了我收拾。白鼎轩，你在说什么？白鼎轩，你在说什么？老婆，我刚刚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。就是医院的一个野鸡罢了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来医院？我和儿子都在这等你呢。想玩是吧？那我今天就陪你好好玩。这个疯女人刚刚打你们了是不是？行，现在你们两个都给我打回去，打断她的手脚，给她点颜色瞧瞧。我老公说了，出了事儿他全给我兜着，让他下辈子都不敢再做小三。走开！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！我老公刚到手的药就被你给拿过去了，居然还耀武扬威的跑到我面前炫耀，说我欺人太甚。现在的小三儿都这么猖狂了吗？总裁夫人，我们都知道您于心不忍，但就这样一个小三，你给他机会，日后指不定又会去祸害谁。你们敢！你们这是谋杀，这是犯罪！你们这群人渣！犯罪？谋杀？你是在给我戴高帽吗？夫人想处置了你这么个不干净的东西，那不像碾死蚂蚁一样简单，还需要用到谋杀这样的字眼。且不说除掉你这样一个不知廉耻的小三大快人心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夫人想，任何人都得乖乖的被她踩在脚下，更何况你在这鬼叫。你做什么都好，偏偏要做小三儿，还连累了自己的野种跟着你一起去死，真的是可悲可叹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能这么做，我的孩子是无辜的。你这么做，你就不怕报应到你自己孩子身上吗？夫人的孩子，那可是白家的小少爷，也是你这张破嘴配提的。你的小野种贱命一条，也配和小少爷相提并论？都到这个时候，还想着鸠占鹊巢，搬身上位啊！夫人，别跟他多说了，动手吧！住手！我全都答应你，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这个小三儿倒是挺护犊子的呢。你说你什么都能做是吧？这可是你说的。是，我都答应你，只要你放过我的孩子。好，那你就给我跪下磕50个响头，还要深深认错，说自己不要脸，说自己是小三儿，这样我就原谅你，放你的野种。你什么你？你刚刚不还说了为了你的孩子你能做一切吗？果然，贱人的嘴里说出来的只能是贱话。还装什么母爱至深？到头来还不是只顾着自己？你这样的人要是当妈，全世界的母亲都得跟着你丢人现眼。亏得夫人心善，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。你呀，真是不配，你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我季木然从来不逼人家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，那只能委屈你的孩子，跟你一起走黄泉。让他跟你一起走。好，我跪，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那就开始你的表演吧。哦，记得表演一定精彩一点。说话！我不要脸。什么？我是小三。我该死。哟，这种话说的居然这么行云流水，真是不要脸。
果然是个小三，不要脸！我呸！我这一辈子呀，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厚脸皮的人，还真是骚浪贱啊！是啊，这个狐狸精终于承认他是小三儿了。那接下来就该磕头了，50个头，生生至地，每一声都得给我磕到位，磕到位。哎，夫人，这个贱人该不会真死了吧？哎，你还能不能行啊？这小三呀，一贯喜欢卖惨博同情，我看呀，八成是装的。果然还是夫人英明，差点就被这个贱人给骗了。就算你是千年的狐狸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今天你遇上我们和夫人，就是要让你现原形，有多惨多惨。既然你醒了，头又没有磕完，那咱们只能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。不要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会后悔的，你这是杀人！住手！你们这群人把这里当什么地方了？你又是哪来的程咬金啊？你居然敢替这个小三儿说话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也敢叫他住手，好大的胆！我不管他是谁，这里是医院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这种行为就是在犯罪。我必须维护受害患者的人身安全和正当权益。秦医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你就是那个替他加塞、抢了别人位置的好医生秦明啊！听说秦大医生的号可是一票难求啊，平时想见一面都难，今天居然为了这个小三公然露目，看来他俩这关系匪浅呢。这就是秦明，我等了2个月都没挂上他的号呢，原来跟这个小三有这层关系啊！这种人啊，能有什么医术？我看呢，就是炒作出来的网红医生罢了。秦明，你今天挺闲呐，跑出来管这闲事儿，还是说你跟这闹事之徒有什么特殊关系？老实交代，老实交代，老实交代，对，老实交代，老实交代，老实交代。你们，我与亦菲清清白白，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反倒是你们这些无底线、无人性的法盲，你们这样做就不怕坐牢吗？亦菲，你叫的好亲密啊！你说你俩没关系，谁信呢？谁信呢？就是，我们也才刚刚知道他的大名，你一口一个亦菲叫着，可真顺溜啊！秦明，你以权谋私替这个贱人运作，让他顶替别人看病的名额，现在居然还大言不惭的站在这里叫嚣，你还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！住口！你们一口一个加塞，以权谋私，你们有证据吗？证据？哼，看你俩这副样子，还有什么证据？事实胜于雄辩。对，事实胜于雄辩。贱人，枉法之徒，滚出医院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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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滚！滚出医院！滚出医院！你们。这本来就是我的私事，也是我的个人隐私，我不愿意解释太多。但秦医生，他既是我见过最好的医生，也是我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好友，我不愿意让他这样蒙受冤屈。你们要证据是吧？给！这夫人，他居然真的有证据啊！自我产检以来，我每一次按照流程排队挂号，这里面桩桩件件记录在册。我和秦医生的清白，不是你们想污蔑就可以污蔑的。你就这么被他撕了？不会是心虚了吧？他们要作假，自然做销售全套。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，推卸这种假数据，那不是很简单吗？要说这小三敢勾引总裁，总归是要有些手段的。说不定我们都把他想得太简单了。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你，你还眼上瘾了是吧？还拿出这堆废纸，我告诉你，这些垃圾除了能证明你的愚蠢和可笑之外，其他的什么都证明不了。你们这群乌合之众，一口一个夫人，难道不知道谁才是鼎轩集团真正的老板娘吗？谁呀？你不会是想说这个小三才是真正的老板娘吧？没错，他们的婚礼是我亲自见证，我有照片为证。
这下你们还有什么好说？你这个不要脸的！没想到你竟然不要脸到这种程度！你竟然敢拉着我老公去办婚礼！你还知不知道什么叫礼廉耻？真是良知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呀！现在的小三都已经猖狂到这种地步了吗？还敢堂而皇之的拍照片怼到正主面前来？哎呀，一个小三居然敢公然的举办婚礼，还拉上自己的姘头来给自己作证，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，让我见识了物种多样性和恶心程度。你们还真是刷新大家的认知啊！你们秦明，不要，不要！为什么让我替你教训他们？秦明，你是想违法乱纪、殴打病患吗？你是医生，你要是跟他们起了冲突，那你的事业恐怕就保不住了。为了你，我管不了这么多了。不行，可是我不想失去你这么好的医生。你要是真的想帮我，我的手机被他们砸坏了，帮我去联系江秘书，他们自然会保护我的。别犹豫了，快去！我警告你们啊，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这医院监控记录的明明白白。谁要是再敢动亦菲一根手指头，我定要你们好看！还不快去！没想到这个小三儿找的帮手倒是挺可靠的，要不是因为他说，恐怕咱们还真的有点麻烦。夫人，您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，那我们终于可以继续刚刚的游戏。季木然，我跟你拼了！你这个贱货，你还想行凶是吧？白总到。老婆，老公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这不是鼎轩集团白总？是白总这么大总裁，居然真的来，真是一表人才，跟夫人真的好般配啊！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你跟孩子没事吧？是有什么委屈跟老公说，我一定替你出气。老公，是不是谁欺负我和孩子，你都会帮我教训他的？当然，你们是我最亲近的人，你们受到了欺负，我肯定让欺负你们的人千倍万倍的偿还回来。瞧着人家两口子，那才是恩爱夫妻。是啊，那小三真是自不量力，还敢怀着野种来跟白夫人争宠。白总啊，等会儿就会看清那个贱人的真面目，然后狠狠的教训他，替白夫人出气。女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都怪那个李婶呀，非要拉着我去打两把。我这不是听说你在这儿出事了吗？就赶紧赶了过来。妈，乖女儿，哪个狠心的敢欺负你这个孕妇呀？鼎轩肯定会为你出气的，对吧，鼎轩？妈，是我没有保护好然然，但这件事情竟然还惊动到了您，真是太不应该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教训欺负她的人。鼎轩，这我就得好好说说你了，不然怀着你的儿子，这要是动了胎气，后悔可来不及呀。是，妈，您教训的是。白总这么大总裁，对丈母娘还这么毕恭毕敬，真是人夫楷模啊！妈，你就别说鼎轩了，鼎轩平时工作那么忙，要怪就要怪那个不要脸的脏东西。是啊，伯母，这一切都要怪那个贱人，必须给他好好教训一顿才是。贱人，怎么回事？老夫人，就是那个不要脸的东西，妄图破坏白总和夫人的感情，现在还躺在那装死。鼎轩，你出轨了！妈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我对然然那可是一心一意。一心一意？那他们说的贱人是怎么回事？妈，我也不清楚，但是我听见然然说她受到了欺负，我就赶快赶过来了。那你还等着在这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教训他！夫人息怒，虽然这个贱人呐是故意来给白夫人添堵的，但好在夫人有所准备，没让那个贱人呀占太多的便宜。对，妈，我有这个，只要给那个贱人打上一针，他以后就再也没有办法犯贱。还是我闺女聪明，知道呀怎么免除后顾之忧。既然有这个好东西，那还等着干什么？
动手啊！还在这儿等着让那个贱人投胎吗？这就去为我们扫除后顾之忧。做完之后，咱们在一起美美的吃顿大餐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！从此以后世界就彻底清净。是这原生家庭对孩子来说真的太苦，怎么能被一个小三搞得乌烟瘴气的？斩草必须除根。等等，老公，又怎么了？你怕是不舍得了吧？老婆，我是舍不得了。什么？白总怎么会这么说？难道真的舍不得那个贱小三？这也说不准。狐狸精可会迷惑人了。哎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有一个专门培训小三勾引总裁的培训学校，我看这贱人80%是那个学校毕业的，手段高明的很。老公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婆，鼎轩啊，鼎轩，你平时看着老老实实的，没想到你居然为了这个小三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让然然这么难看吗？妈，然然，你们误会了。误会？你刚刚都说了不舍得了，还有什么误会？然然，你是我老婆，而且肚子里面还怀着我们的儿子，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做这么辛苦又危险的事情呢？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交给我这个大男人去做，你和妈在旁边好好看着啊。就知道老公对我和儿子最好了。还得是鼎轩呀，知道心疼老婆孩子，而且还有脑子，不像你。妈，你也不能为了抬高你女婿就损我吧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女婿此举可谓是一箭双雕，不仅解决了那个祸害，而且经他之手解决了这一切，省得别人误会他和那个脏东西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。果然，这白总就是白总，难怪能做这么大的生意。这胆识，这气魄，绝非一般人能比呀。好了，既然这样，鼎轩就辛苦你去解决了那个贱东西。妈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办得彻彻底底，绝不留后患。什么？白总牺牲项目出问题了，您快找夫人问问情况吧。好，我这就过去找他。老公，又怎么了？老婆，公司有个大项目即将落成，我得赶快回去一趟。那个贱女人怎么办？老婆，你跟妈先处理着，我等会回来善后。妈，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。鼎轩有大项目，还不是你和孩子的福气哎呀，这点小事咱自己来，正好让自己亲自报了这个仇，让自己解解气。是夫人，像白总这么有事业心的，还事事为您和家里着想的总裁，恐怕这个地球上都快绝种了。既然白总忙，那您就按照原来的计划自己动手，也算图个痛快。本来呢，我是不想动手的，毕竟我也怀着孩子，怕对孩子不好。夫人，我们都知道您心善，可是对这个小三的仁慈，就是对您和孩子最大的残忍。您可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心慈手软啊！除掉他！对，除掉他！对，除掉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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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自己也是有孩子的人，你这么做，你就不怕报应到你自己的孩子身上？孩子，你还敢跟我提孩子？留着你，就是对我孩子最大的威胁。你肚子里这个贱种，也配和夫人的孩子相提并论？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就是，今天即便是为了小少爷以后的安宁日子，我们也要帮助夫人除掉你肚子里的贱种，免得你以后要拿这种
上不了台面的货色作威作福。你们这两个颠倒黑白、心思歹毒的女人，你们真是助纣为虐！你们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！好一个助纣为虐！今天要不给你应有的惩罚，这才是真正的助纣为虐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杀鸡儆猴，给你这种心术不正、妄图上位的小三敲个警钟，让你们彻底断了这个孽性。你闭嘴！我不是小三，你们放开我！放肆！陆总，你没事吧？抱歉，陆总，西城那边的问题有点复杂，来晚了。没关系，亏的是你们未到这段时间，真是让我看了一整出好戏。现在是到了该杀青的时候了。刚刚那个女的叫那个小三陆总，他刚刚还说西城的合作是他谈来的，该不会真的是？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夫人，应该不会真的怕他吧？笑话！我会怕他？就他这样的一个惯犯，也就你们会被他迷惑。闭嘴！再敢胡言乱语，我将代替陆氏集团控告你诽谤毁坏他人名誉。陆氏该不会是世界前10强，连续3年蝉联大夏福布斯榜首的那个陆氏集团吧？正是。真是好笑！你说你台下的生意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找了群众演员，哼，演你的手下，叫你陆总，还陆氏集团的陆总呢。你呀，是活在电视剧里面有自己的美梦呢。我说呢，他们呀，肯定是在什么演员借聘公司定制的套餐，先是找人冒充白总，后自己冒充总裁。哎，对嘛，这样就说得通了嘛。堂堂一个总裁，自己跑来产检都没人陪着，而且也不走 VIP 通道，这传出去了，谁信呢？如果这些都是演员的话，那这就对上了嘛。原来如此啊！我真是一晕傻3年，差点又相信了这个小三的奸计。刚刚我也差点相信了，但总觉得哪儿不对劲。现在全明白了，他要真是大总裁，还用跑到这来遭这个罪，受人围攻？住口！陆总只是不想动用特权，想低调的完成产检，不想给医院和他的医生朋友造成什么麻烦。没想到这也能成为你们质疑他的理由。算了，江秘书，不要跟他们解释太多，我们进去。小讨厌，没那么容易！你放手！救命啊！有人殴打孕妇了！这个演员还真是卖力啊！为了一个骗子殴打一孕妇，而且还是总裁夫人，这后果他承担得了吗？江秘书，是他对我图谋不轨在先，我的手下只不过是正当防卫。况且我们也并没有伤他分毫，无论说到哪里，我们都不用担任何责任。哎呦，肚子痛，肚子痛！我的孩子，你们这群刽子手，你们害死我的孩子才甘心吗？看在陆总的份上，今天就暂且饶你狗命。不过这个，我将作为呈堂证供，到时候你们的罪行一个都不放过。还给我！这是我的东西。你只要是非法侵占他人财产，你这是犯罪！你还知道是犯罪？不如现在就报警，看到时候先抓的人是谁。你报警，万一叫过来的又是骗子怎么办？你们一个个的戏还没演够吗？好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进去看看我肚子里的孩子有没有事情。你命人把他们的罪行收集起来，等我们产检结束后立马报警。可是陆总，你的假总裁都要跑，这狗腿子倒是演得上瘾，是不是还幻想着电视台能给你颁发一个最佳女配角呀？只不过你跟错人了，只能等下辈子喽。把这些医闹的都给我抓起来！上啊！哟，你不是中心护主吗？怎么这就不敢上了？夫人，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呢。这群不过是演员，只负责表演打嘴炮，想让他们动手，那恐怕呀是另外的价钱了。对呀，咱们陆总的手机可摔坏了，那怎么充值打款呢？该不会是要找那个假白总来结账吧？我奉劝你们赶快闪开，这样我还可以考虑在法庭之上给你们留一丝情面。这个意思是我得向你这个小三儿感恩戴德，把你当救世主，你呀就是在世的活菩萨。陆总，
要不然我打电话给白总吧。不必，我不想再跟那个人有任何关联。可是陆总，这话说的，我看恐怕是那演白总的演员接到别的单子没空搭理你了吧？我劝你啊，见好就收，别在这里搞这些有的没的，浪费大家时间。你们这群井底之蛙，狗眼看人低的东南们井底之蛙，你倒是想让我们高看你一眼也可以。把甄白总给我们叫，我们就放你们进去缠起来，而且我们还会毕恭毕敬的道歉，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。好，如果我们把他叫来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给我让开。当然，但前提是你得喊的是真的白总，可不要再找一个什么演员假货来充场子啊！你最好呀，不要打这些歪主，毕竟我们这里可是有最专业的鉴定大师，即便是身上少一颗痣，夫人呐也是能鉴别得出来。喂，白总，我是江秘书。江秘书，你在哪儿？我正在找你。这个人的声音怎么和白总的声音好像啊？在你们听来可能是一样，但是在我听来，那可就是漏洞百出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人那就不是我老公。白总，我和陆总现在正在市高级私立医院的妇产科，请您务必在3分钟之内赶过来，晚了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好，我马上到，你等我。这到底是不是白总啊？听着声音好像……人家正宫都说了，这声音细节呀还是有点出入的。而且现在你这科技水平这么发达，想伪造一段声音啊，很容易的。没想到啊，你反诈能力还挺强的嘛！他居然敢挂白总电话，这其中啊确实有诈呀。对，我看呐，他恐怕是怕再接下去啊就会露馅儿，所以才这么着急挂断的。倒计时2分钟，到时候是真是假，自然见分晓。闭嘴吧你！还2分钟？本小姐可没有时间陪你在这演。就是，夫人可不会再上你们的当啊！给我上！保护总裁。哟，秦医生，这些猴子不会就是你请来的救兵吧？一而再再而三羞辱亦妃，找他的麻烦。你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已经找到证据，不要以为你是孕妇，我们就告不了你。告？你去告啊！我老公说了，我们交情恶劣，出了什么事儿都有他兜着，就凭你们也敢在这威胁我？我看你一个医生是不是给病人开药开多了，自己也吃错药了吧？你们这群败类，一个个都将为人父，却不分黑白，就不怕肚子里的胎儿造成不良影响吗？秦医生，这就是您多虑了。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他们知道，世间自有公道在，骗子、小三，还有那些无良医生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秦医生，先不要理他们了，我现在还可以做检查吗？你的号还没结束，我带你去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来呀？你是不管我们了吗？老婆，我已经到门口了。老公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老婆，又怎么了？刚刚欺负你的人还没解决吗？没有，他还找了一大堆演员，还有他那个老相好一块儿来欺负我。什么？谁这么大胆子？老婆，你放心，今天这事儿我一定替你好好教训他。就是他，那个贱人！啊！白鼎轩，你要教训谁？老婆，怎么是你呀？老公，你白鼎轩，白大总裁，不知道你打算怎么教训我呢？老公，你不要怕，我知道你就是被这个狐狸精给迷惑了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今天只要你能跟他断绝关系，我就原谅你了，我绝对不会怪你的。鼎轩，你碰到木然这样深明大义的妻子，你可得好好珍惜机会。就算你在外面逢场作戏，迫不得已，但像我女儿这样大度的，说原谅就原谅了。看他那个死小三，把白总给气的，话都说不出来。就是真不要脸，居然还敢跑在这儿来，当着夫人的面耀武扬威，真是不自量力。
这下白总肯定要好好收拾他。老公，我知道的，你就是怕我肚子里面的孩子看到你教训这个贱人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刚好让他从小就变得更加强大，这样才能做我们鼎轩集团的接班人呀。就是啊，女婿，你儿子啊，将来可是做鼎轩集团总裁的，这样的小风小浪的不忌讳，你还是赶紧动手吧。好啊，季木然，让我动手是吧？是，老公，赶快动手吧。鼎轩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老公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啊，女婿，你是不是气上头了，打错人了？他可是木然呢。就是的，白总。你们一个个的都给我闭嘴！老公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！我什么意思？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做了什么？白鼎轩，你居然为了这个小三打我！白总，您终于来了，不过还算守时，3分钟，刚刚好。什么？白总竟然真的是他叫来的？不对啊，刚才白夫人也打电话给白总，这应该是夫人叫来的才对啊。住口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替你口中的白夫人说话？你没看到吗？白总为了他口中的小三，他都被狠狠教训了。白鼎轩，你不会真的被这个小三给迷惑了吧？你不会真的不要我们母子了吧？就是，我女儿怀的可是你正根正脉的儿子，你居然为一个野鸡说话，白鼎轩，你还有良心吗？就是啊，白总，这个小三他可是心术不正的很，就在刚刚他自己还不小心说漏，他肚子里的孩子还不知道是谁的呢。对啊，而且他和那个医生也是不清不楚的，刚刚2个人还抱在了一起呢，在场所有人都可以证明。老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你是铁了心要护着这个小三吗？我问你，他脸上的伤谁打的？就是这个贱人，还有他们带来的那些演员们，就是他们打的。季木然，我问你，他脸上的伤是谁打的？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，是我打的，怎么了？是我打的，怎么了？你居然为了这样一个小三就抛弃我们母子俩吗？季木然，你自己也有孩子，你怎么忍心下这么毒的手？你配当妈？配做个人吗？我问你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啊？是这样吗？这样吧？不是的，鼎轩，不是的，鼎轩，给我解释，给我解释。是，就不给你解释的机会。白鼎轩，你居然让我去求一个小三儿！你不怕传出去之后别人对你说三道四吗？你也不替你的孩子想一下！白总消消气，夫人说的也不无道理，这可是关于鼎轩集团的大事啊。哎，对，是不是这小三散播了什么谣言，让您对夫人产生了误会啊？哎呀，没什么解释不开的啊，夫妻2个人好好说啊。就是啊，女婿，你为了孩子，你给我闭嘴！季木然，我现在让你跪下道歉，求他原谅，听见没有？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让我给一个小三下跪道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是你疯了吧？当你对他动手的那一刻起，你就该死！白鼎轩，当初是你苦苦追求，让我们木然才嫁给你的，她怀了你的儿子，你这样对待她，我真是瞎了眼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不过在这之前，你还有你必须向他下跪道歉。我给这个小三儿道歉，我没有错，我不道歉。不道歉什么？那就把我送你别墅和车都给我还回来。什么？姓白的，你这是要把我们母女俩吃干抹净啊！你居然为了一个小三做这么绝吗？都是你们自找的。妈！
鼎轩让你道歉，你就道歉好了。在外面要给男人面子，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啊？你居然忘了吗？妈，怎么连你也……女儿呀，现在这个情形，你是鸡蛋不能跟石头碰呀。你先服个软啊，把这个应付一下，回头再把鼎轩哄好了，这一切不就过去了吗？万一要是真让他生气了，那恐怕……快点！够了，白鼎轩，你别演戏了。老婆，你听我说，他一定能解释清楚，这些都是误会。白鼎轩，明明就是你做错了，你在外面找小三，我都原谅你了，凭什么要我道歉？是啊，女婿，这外面的女人啊，都是心术不正呢。你现在可能被她迷惑的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等你清醒过来呀，搞不好家产都被骗光了，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呀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必须在我和他之间选一个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我看你好像还没有搞清楚状况，你我之间从来就没有选项，况且更轮不到他选。你个臭不要脸的死脑残，我跟你拼了！白鼎轩，是你自己说，还是我来说？陆总，针对刚刚他们对您的伤害，我们已经报警并全部取证，正式起诉。报警？还起诉？你他妈是不是装逼装上瘾了？吓唬谁呢？没错，明明就是你自己恬不知耻的爬上了白总的床，想不劳而获，还说什么白总是沾了你的光，还什么西城的项目是你拿下的，我呸！一只野鸡还非要装成是凤凰，戏演多了，怕不是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吧？只可惜啊，我们和白总很会买你的账。老婆，要不咱们还是先别报警了。哎呀，女婿，我知道你是想大事化小，但也不能任由这个贱人登不上脸啊！看你身上的伤，还有产检时间。你给我闭嘴！产检，白鼎轩，你可真是我的好老公，我孩子的好父亲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解释什么？我让你陪我来的时候，你怎么回答我的？我和我的孩子被别人欺负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儿？我真的是公司有事。你放屁！你说你没有时间，整个产期我都没有让你陪过我一次。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产检，你也没有办法参加。那他产检你又有时间了？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白鼎轩，你是不是猪有盲心了？你叫一个小三叫老婆，还陪他产检？白鼎轩，你什么意思？就算木然能忍受一切，原谅你，但也不能任由他这么猖狂，在你头上拉屎，你让鼎轩集团的颜面往哪儿搁？哎呀，鼎轩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和妈？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他为了那个狐狸精鬼迷了心窍啊！他真是六亲不认啊！女儿啊，我们的命好苦啊！哎呀，给我闭嘴！管好你们两个人的嘴，再敢对他不敬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老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别碰我！我嫌脏。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发誓，绝对不会有第二次。我可以给你机会，但是他不给你。贱人，对他做了什么？鼎轩，你放开我！我是冤枉的，都是他，都是这个贱人做出挑拨离间，他是挑拨离间才说出这些话的。是啊，鼎轩，你可不能中了那个贱人的奸计啊！你和木然才是夫妻俩，才是一家人呢！给我闭嘴！我跟你们从来就不是一家人。老婆，是他们无理取闹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我们才是一家人啊！我还是孩子的爸爸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家人，我的孩子也没有你这样的父亲。鼎轩，你听见了吗？
他都是骗你的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。他为了谈那个项目，他跟别人胡搞乱搞，让别人甩了，他才把这顶帽子扣在你头上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是啊，白总，是他亲口说的，自己谈下了西城的项目，就凭他怎么可能啊？再说了，您堂堂白总，怎么可能会需要他去拉生意？这种谣他都敢造，这种小三您可不能留在身边呐！西城项目的合作出现了问题，难道是？你别和我提西城的项目，老婆，你不配。老婆，西城的合作是你已经谈好给我的呀，这怎么又出现了问题？那是曾经，但现在不一样。老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已经做好了全套的规划，那块地的开发前景和远景的规划，没人比我再懂啊！白景轩，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是这么迷之自信？是我曾经想要拿那块地安抚你，我想要去填补鼎轩集团10个亿的资金缺口，但现在这一切都被你亲手毁了。我？这怎么会？你自己看。这是谁撕的？啊？竟然你撕的？是我撕的，我是为了不让这个小三拿到1毛钱。你再说一次，不许叫他小三。鼎轩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木然就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啊！给我闭嘴！我的一切都要被他给毁了。老婆，我们现在回去重新签订一份合同好不好？打住！如你所见，你已经没有机会。陆总，按照婚前协议，所有的条款都在这里了。签字。净身出户。哎，净身出户。鼎轩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我知道错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白总居然跪下了，还那么坚定的叫那个小三老婆。是啊，叫的比夫人还顺口，还乖顺。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啊？鼎轩，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叫这个小三叫老婆？那我算什么？当初可是说好的，只要木然生下了孩子，你就会给他补一场盛大的婚礼。可是现在眼看着孩子就要出生了，你居然叫这个贱人老婆！你给我们解释清楚啊！解释清楚，你为什么？你解释清楚！你对得起我，你对得起我！白总，你倒是给个解释呀！老婆，老公，我才是你老婆，我才是滚开！老婆，你不要叫我老婆，我觉得恶心。一菲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你是不能没有我，还是不能没有我背后的陆氏？当然是不能没有你。难道你忘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？你曾经说过，等孩子出生之后，我们就带他周游世界。你怎么能忍心孩子一出生他就没有爸爸？你不要拿孩子当挡箭牌，你也根本不配当一个父亲。你明知道我妈当初就是因为我爸才含恨自杀，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原谅我爸。你凭什么觉得我现在会原谅你？啊，一菲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就算是为了孩子，我也会痛改前非。请你相信我。堂堂鼎轩集团的总裁，居然这么低声下气，这小三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来头倒未必有多大，我看呀，是这胡妹子功夫厉害，保不齐在床上使什么花样，就凭她这副德行，搞不好还能给白总下降头呢。白鼎轩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你要点脸。老婆，我爱你，也爱孩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绝不会跟你离婚，绝不会。爱我？你爱孩子？那他呢？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
你却背着我养女人，你可真够博爱的！把他给我拉起来！别碰我老公！你别碰我老公！滚开！鼎轩，你是被他下降头了吗？就算她是你老婆，但你是鼎轩集团的总裁，你凭什么给他下跪？臭婊子，你到底给他下了什么迷魂汤？雨轩，你清醒一点，她只不过是个妄图上位的小三，就算她是你老婆，那又怎样？她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哪一样不是花你的钱？你用得着在她面前低三下四吗？别说了，我偏要说！你不是说了吗？你公司那个项目马上就会有5个亿，到时候你就会很有钱，你就不用再看他的脸色了。我纠正一下，5个亿只是这个项目的前期投资，后期还会追加到20个亿。什么？但是现在我撤资了20亿。鼎轩，你听到了吧？他就是为了钱，你告诉他，他想都别想。对呀，女婿，你才是鼎轩集团的总裁，你才是一家之主啊！他离开你啊，根本就活不下去，你根本就不用看他的脸色。我是入赘的。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是入赘的陆家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不知道啊，不可能，真不可能！这开什么玩笑？白总说他是入赘的。天哪，白总竟然是赘婿！你们在干什么？长官，就是这个女人，不仅抢占别人的公共资源，而且她身为一个小三儿，她公然殴打我和我肚子里面的孩子。对啊，你要明察秋毫，伸张正义，为我们做主啊！我们接到消息说，这里发生一起恶意伤人事件。大家别怕呀，我们这是在教训小三，捍卫女性正当权益，我没有错。对啊，当小三还比白总入赘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砸了我的车，造成了我的财产损失，还对我进行人身攻击，并且还要用违规药物加害于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。这件事我不接受调解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还请你们严肃调查。那是你自己不知检点，长官，你可要明察秋毫。对呀，我们要是不帮着白太太，那个贱人都要骑到白太太头上去了。我们大家伙这都是为了伸张正义。光天化日之下砸车打人，还说自己是伸张正义。还有，外面那辆迈巴赫是怎么回事？长官，那辆车是我老公的，我们砸自己的车没什么问题吧？对呀，那是白总的车，白太太怎么处理都可以啊。对，这砸自己家的车总不至于犯法吧？你说那车是你老公的，你老公是谁？老公，你快解释！老公，你快说句话呀！白鼎轩，你是疯了吧？你可是鼎轩集团的总裁，所有东西都是你的，你不用怕他，不用怕他的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今天能拥有的这一切，都是他，都是陆家给我的。我这么说，你满意了吗？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行了，别演戏了，赶紧把离婚协议书签了吧。不，绝对不会签。离婚协议呢？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真的爱你，天地可见啊！真心？其实这一切你早就计划好了，知道我的身份之后，就处心积虑的接近我，为的就是踩着我往上爬吧。我是真心爱你。你真当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吗？你说你想做生意，我在背后拼命给你递单子，你不会真以为就凭你这点能力就能走到现在吧？不，我今天能拥有这一切都是我努力得来的，我是有能力来培养客户的。白鼎轩，他说什么？你不是告诉我鼎轩集团都是你自己一手创办的吗？他说的都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给我闭嘴！竟然，咱们到此为止吧。我不信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这个贱女人！我跟你拼了！
还敢当面行凶，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吧！你们抓我干什么？你们要抓他，大师兄！老实点！老婆，都是他纠缠我的，他说的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。你为了向上爬，你还真是不择手段。她不是你最爱的女人吗？怎么这么急着撇清关系了？我发誓，从此以后再也跟他没关系了。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白鼎轩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德行，你还有什么是值得我留恋的呀？老婆，刚才要不是我，你就受伤了。我才是那个能保护你的那个男人。没有你，警察同志也不会让他得逞。更重要的是，没有你，我也不会遭受到今天这一切。你不要以为你流了点血，我就会心软。你的虚情假意，再也感动不了我。接下来，就麻烦你们。这些都是误会啊！这一切都是受人挑唆的。他一口一个小三的叫着，害得我们还以为……对啊，都是他带头的，我们都是无辜的围观群众。再说我们这还怀着孩子呢，您总不会……我再重申一遍，这件事情我不接受调解，还请你们严肃处理。陆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们都是秉公办事。另外，我怀疑白鼎轩涉嫌重婚，请你们也一并调查清楚。一菲，一菲，我还要去产检，从此以后，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一菲，其实你一直都看不起我，对吗？看不起你的，只有你自己。好了，你们跟我们回去调查吧。不，这跟我们没关系。根据资料显示，你们对陆小姐所造成的财产以及精神损失共计10亿5千万美金，这么多钱啊！10亿5千万呀！10亿，这么多！哎呀，银行会马上查封你们所有的资产。怎么可能呀？那个麦巴赫就几百万而已啊！而且这手机也不值几个钱呢，加在一起也不可能有那么多钱呀！哎呀，你们调查清楚了没有？这个小三他是不是给你们假资料了？他这分明就是想讹我们，这摆明不就是敲诈吗？对，他把白总都骗得团团转，你们再好好查查呀！你在质疑我们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还能是谁？不就是妄图上位的小三吗？小三？对，他不仅是小三，而且还是个骗子。我现在严重怀疑他手里的钱肯定是脏钱。严肃点，这是我们的调查结果，你们自己看吧。真的，这么多钱！根据调查，陆小姐是我们海城的首富，陆氏集团的千金，她的身价就算你们所有人加起来也不够她的一个零头。还有你们砸坏的那辆迈巴赫是全球纪念限量版，全球只有3台，它的售价不是几百万，而是1亿美金。怎么可能？一个亿！哇！竟然值1个亿！哇，这么多！哎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虽然陆小姐平时为人低调，但这也不是你们欺辱她的理由。你们对她造成的财产以及精神损失，足够你们把牢底坐穿了。如果不想坐牢，也可以。你想怎么样？1周之内还清我的损失。你疯了吧？10亿美金啊！我上哪儿找这么多钱还给你啊？那就跟他们走一趟吧。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你们有时间在这抱怨，还不如想想怎么去赔偿。人家已经坚决表明不接受调解。您都首富千金了，还差这么点钱呀？何必抓着不放呀？你们有钱人都这么小气的呀？10亿美金，在你嘴里就这么点钱？大姐，你张张嘴皮子就想一笔勾销？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呀？我就不相信你有这么大的能耐。在事实面前，你们还想百般抵赖？你们对我车子又打又打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如今的后果。既然不相信，那就交给法律来裁决吧。你应该去找季木然去算账，我们都是无辜的。你说什么？对，就是他怂恿我们的，我们都是无辜的，你可不要找错人啊！再说了，你以后还要在这产检生孩子什么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何必搞这么难堪嘛？我的孩子
如果跟你们这些人的孩子在同一个医院出生的话，我还真担心他会被带坏。你又没损失什么，干嘛这么计较呀？有本事动手，没本事还啊！你想的还挺美，现在让我别计较，晚了。季木然，你这个贱人，都怪你！你自己没有搞清楚状况，就在这胡说八道！你跟我吼什么？刚刚是谁跟蛤蟆狗一样上蹿下跳？出了事儿就要逃是吧？还有你不是挺爱巴结他吗？这种事你怎么不调查清楚啊？你打我干什么？都是这个贱人当小三害我们欠了这么多钱，你们这10个亿你自己还吧。好，当初我还是白夫人的时候，你一个个卑躬屈膝的讨好我，现在出了事儿就落井下石是吧？你明明自己就是小三，还喊着打小三，害得我们惹这一身骚。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鼎轩的老板娘，我看呀，你才是那个最不要脸的臭小三。你们两个有脸说这个？要不是你们两个，体安服饰的所有我会到了这个地步吗？陆小姐，你都看到了吧？从头至尾都是这个女人，是她在诱导我们。如果我们早知道这样，我们就不会这么做的。对，陆小姐，都是这个女人，都是她抢了你的老公，污蔑你是小三，这我们都是无辜的呀。对，我们都是无辜的，你可千万别被她骗了呀！放心，这桩桩件件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原来你们两个才是贱人，现在却低三下四的去讨好这个女人，这10个亿谁都别想逃，要死咱们一起死！你想死，还想赖着我们？平时装的人五人六的，其实你就是个不要脸的小三，还想拉着我们当爹辈的，我饶不了你！够了，老公，季木然，我不是你老公，不是你老公，是你老公。老公，就算我们两个没有办婚礼，但是这么多年的感情是真的呀，都忘了你当初对我说的那些话了吗？难道你真的忍心看到我和宝宝被抓去坐牢吗？这10个亿我真的还不起。是啊，鼎轩，就算你不看在我们的份上，也要看在孩子的份上呀。如果木然去坐牢了，那孩子出生以后就没有妈妈了呀。10个亿呀，我们10辈子也还不起呀！哎呦，对，你就看在孩子的份上。对，如果这个孩子以后有个当囚犯的母亲，你让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可怎么活呀？亦菲，看在都是要做母亲的份上，给我个面子，别跟他计较了啊！给你个面子，白鼎轩，你要点脸吧！欺负我陆亦菲孩子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麻烦您了，你跟我走一趟吧。陆小姐，不要！亦菲，放开我！不要！老实点。孩子没事儿。亦菲，你今后作何打算？真不打算原谅他了？他欺骗了我和孩子，这样的丈夫，这样的父亲，我和宝宝不能接受。那如果以后孩子长大了，追着你要爸爸怎么办？那我会告诉他，他的爸爸有了其他的孩子，害得他差点不能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他根本不配做他的父亲。我会作为他坚强的后盾，一直陪伴他的。看到你这么坚强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过，以防万一，你考不考虑趁着孩子还未到这个世界，再给他找个爸爸？这个，我目前还没有这种想法。不过等以后时机到了，真的遇到那个有缘人，而他又刚好足够优秀做我孩子的父亲的话，我会考虑的。老婆，少废话，签了他。还有，叫我陆总。要不是为了让你签这份协议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我。我说过了，
我绝不可能签。怎么，舍不得陆家女婿的身份？一菲，现在孩子都已经出生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真的能改。我妈说过，狗改不了吃屎，你不签也没关系，我有的是办法，让你净身出户。陆亦菲，你绝了我的路，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谁？谁？出来！陆亦菲，没有我你过得挺快活。白鼎轩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2个月，整整2个月，老子终于蹲到你了。白鼎轩，你冷静一点，你这样胡作非为是没有好下场的。你害老子从一个高高在上的集团总裁，变成了一个人人嘲笑的乞丐、流浪汉。你知道我这2个月怎么过的吗？这是你自找的，你心术不正，就应该想到今天的后果。我曾经那么低三下四的去求你，让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甚至不惜颜面的去给你下跪，可你却这么狠心一脚把我踢开。不过吧，这2个月以来风餐露宿，和野狗抢饭吃的日子里，让我学到了很多。你不要冲动，你要是真的动手，就无可挽回了。无法挽回，我早就走投无路了。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，你让我不好过，那咱俩谁也别想好过。白鼎轩，你要是再不把刀放下，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放下刀，回头吧，一切还来得及。来不及了，离婚协议还没有奏效，只要杀了你，孩子名下所有财产全都是我的。这一切都是你逼我做的，给我去死吧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以为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还会单独带孩子出来吗？这是定位器，只要我按下它，10秒之内就会有人来保护我。贱女人，你个贱女人！没想到这才是你的真面目，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把他带走。好，放开我，陆亦菲，你不得好死！你去死！宝贝，就算你没有爸爸，妈妈也会让你幸福快乐的长大。